我们科里评估的并购金额为什么多一个零？小薛，并购金额的评估报表是你做的吧？怎么回事？现在已经在签约了，怎么办？林科长，这是正确的签约书，他们刚送来，确实是多一个零啊。林科长，这个怎么办？你们到底是怎么做事了？要是上面怪罪下来，可不能关我们8科的事啊！这些都不是当务之急。不行，我看还得打断签约会议。这个错误的合约要是签了，赔偿我们所有人一辈子的薪水都补偿不起的。珊珊，珊珊跟郑琪很熟啊，那去找齐帅吧。对，珊珊，你去找。我跟齐帅一点都不熟的。在这危急的时刻，你说话还这么自私，我们财务部所有的命运都系在你一个人的身上了呀！是啊，赶紧啊！给远峰打电话，赶紧。没有人接你这就去找人吧。你赶快去，珊珊快去啊！会议室没有预约，电梯开不了，你拿我的卡到研发部找郑琪秘书吧。快去！这个还不快去？拿上签约书。跑步去！齐帅从没让我保管卡，这样吧，你用我的卡去找严总的秘书，快去。Carol 刚跟我说了，他是严总是跟齐帅一起去会议室的，这样吧，我把我的卡给你。处长知道了，你去吧。果然，狗屎运就只是狗屎运而已。当你时候到了，全宇宙都会来帮助你。上断头台。对不起，是我搞错了，对不起，我打扰了。大老板，完了，我将从封家的大恩人变成封腾的大罪人。那个合同还没签吧？千万先别签啊！那个合同上面多了一个零，这个才是对的。对不起，都是因为我的疏忽，对不起。签约已经结束了。完了，这下真的完了。对不起，都是因为我的疏忽造成的损失。对不起，大老板，都是我的错。你还不至于给公司造成任何的损失。大 boss 刚才那句是什么意思啊？早知如此，当初我就应该献1000毫升。放心吧，金额没错。不是，那个科长说这份才是真的呀，才是对的。你以为老板是谁啊？老板眼睛利得很，在签约之前就发现了，把金额改过来了，所以金额没错。放心吧，没事儿啦。投资部、财务部总部、客栈以上的主管，还有所有的秘书，马上集合。是。
虽然没有及时赶上签约，但至少不必赔上大家一辈子，不，应该是2辈子、3辈子的身家财产。但是，各部门科级以上都被抓去大检讨，啊，科长不会怪我办事不力吧？老板说，下次如果要这样奔走各科弥补错误，让我选个100米田径选手当财务助理就好。对不起。做事也不用点方法，连总务处都跑去了，像个无头苍蝇一样，整个集团绕一圈。这是危机处理的方法吗？人事处为什么把我选好的新人给刷下去，就硬是让你进来？科长，你说什么呀？说你呢，3流大学3流水平，看起来一无是处的样子，没想到还真是一无是处。人事处吃错什么药了？你最好想想怎么度过试用期吧。哎，程娟，你说这薛珊珊到底什么来历啊？是齐帅的朋友吗？我怎么知道？但总之来历不小，要不然以他这种烂大街的学历，凭什么封腾招他进来啊？我们是封腾哎，可总你封他了，是这样吗？哎，那为什么科长还敢对他不加颜色啊？科长的个性你不知道啊，向来讲求实力公事公办，越是靠关系就越反感。所以啊，15年了还是科长。但他这说的话也太重了，人家珊珊毕竟是临危受命，不容易的。哎，算了算了，他这种人啊，一身晦气，沾上点3个月都洗不掉。反正他迟早要被炒，我可不想跟他起倒霉。哎，阿佳，杜凡，那个昨天你晚上韩剧看了没啊？看了，还挺好看的。哎，那男主角长得很帅。哎，杜凡，你找到住的地方了没有啊？找到了，就是离公司稍微远一点，不过还是挺方便的。哦，那挺好的。好。哎呀，没事吧？没事没事，就是有点淤血。哎呀，疼吗？还行。你们早就认识了呀？我们俩培训的那3天认识的呀。他呀现在在总务部当专员，是运胜商业大学毕业的哦。对，我是东北过来的，不像他在上海念的大学，简直就是个上海通。哎，那个培训3天？对啊，8月底培训的3天呀。珊珊应该和我们是同一期的吧？哎，怎么我对你没什么印象？你的编号是多少？住在什么地方的？哎，我的编号是2哎。对，我先去一下。哎，去哪儿啊？哎，你没事吧？要不要贴个创可贴？哎呀，没事。我那儿有创可贴，可多了。男子汉大丈夫，一点小伤。人事处为什么把我选好的新人给刷下去，就硬是让你进来？我怎么知道？但总之来历不小，要不然以他这种烂大街的学历，凭什么封腾招他进来啊？原来新人是要培训3天的。我没有培训，只是一通电话通知，还协商了报到时间。为什么？我还一直安慰自己呢，人事专员慧眼识珠啦，是金子终究会发光的呀。哼，现在看来，的确是。卑鄙行为杀阴性血。蛇妹和你同属西游学习，她刚进手术室，但是现在医院的血库告急，
我希望你可以待在这里，以备不时之需。原来封腾要我做的不是财务助理，而是一头血牛。可是寻毛血哪里不好找？干嘛要在公司里养一头活牛啊？哼，好凄凉的感觉，好像是在卖血呀。原来一切都是天大的误会，我根本就不属于封腾，不属于上海。薛珊珊，你明明就是一头血牛，你有什么资格去做奋发图强、功成名就的大梦啊？下雪啦！这是我在上海遇见的第一场雪。短短4个小时完成一个企业的收购，大家真的已经很努力了。不过这件事说到底责任在我，你也别怪他们，他们不是推卸责任，就是想找个替死鬼。这是我最生气的。大老板，这一刻，突然觉得自己是上海这部戏的女主角。你不该来这里。什么？我说你不该来这里。员工培训的时候你没有听说吗？这个地方隶属于老板办公室。我没有参加员工培训。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没有经过员工培训。但是我为什么能够进丰腾集团呢？公事上的问题问你主管，不是我。那上次在医院，你是怎么知道我跟你妹妹的血型是一样啊？集团所有员工的数据我都有权知道。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谢谢你。文杰，那个献血的薛小姐，在财务部是什么职务？薛珊珊，财务助理。哎，你看她今天紧张的样儿，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我觉得她挺老实的。她除了能跑腿以外，工作表现如何？那我就不知道了。你说谁会跟我们汇报一个财务助理的工作情况呢？怎么了？没事儿。反正她对于我们来说只是血，
没别的。这个我听说过，这特殊的人事聘请政策，老董事长在的时候就有了。你知道？公开的秘密嘛，人事部长告诉我的。其实他们也不是不挑，就是说在2个应征者条件相当的情况下，他肯定选那个熊猫血。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我们又没有逼每一个员工一定要给我们献血，对不对？让集团员工给集团千金献血，这种请求本质上就是强求。但是爷爷疼孙女儿天经地义呀，而且那个薛珊珊吧也挺乐于助人的。我觉得这事儿你就别深究了，你要现在把那个政策给撤了，我觉得反而对将来应征的熊猫血是不公平的。你想想啊，人事部肯定会刻意避讳吧，搞不好有实力的熊猫血反而会落选，而且说不定薛珊珊还会被开了呢。你说你这一来一回的折腾人家何必呢？对不对？那我们就不说了，这个事情到此为止。嗯。珊珊啊，这大城市车多人多的，你呀上班下班路上可要小心啊，别横冲直撞的。哎，不该拿的东西不能拿。啊，也不要仰人鼻息。哎呦，什么不仰人鼻息啊？哦，在那个大集团里工作，能不多多少少看人脸色呀？咱们珊珊从小就不爱晋升，你不让她力争上游，还教她这种老掉牙的迂腐思想，那女儿吃亏了怎么办呢？我只求可以稳定、可以踏实的好好工作就行了。你们也别想那么多了。妈呀，从小就看你会有出息的，我说你行，你肯定行的。我女儿本来就很行的嘛。爸妈，原来集团不是因为我的工作能力录取我的，我让你们失望了。薛珊珊，你干嘛呢？过来过来过来，让我看，你快让我看。辞呈？你要辞职啊？啊？你说什么？珊珊，你是不是把问题想得太复杂了？你想啊，这以封腾家的实力，要给他妹妹找血缘，根本就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儿。至于要把一个你养在公司里吗？再说了，你这一次能抽多少血呀？这也太不符合成本了吧！珊珊啊，所以首先我觉得吧，你肯定是符合他们公司应聘的要求的。只不过碰巧你也是 AB 型2H 阴性血的人，他们才顺便请你帮忙的，这也挺合理的呀。可要真是因为这样，那为什么我没跟其他新员工一样经过培训3天呢？哎呦，我这暴脾气！薛珊珊，你给我听好了，要换了是我，甭说献血了，我搭上半条命我都愿意进。黑土双移，本来就是。你听着啊。你的这身血是你爸妈给你的，是天生的。你能献血也是因为你爸妈给你养得好。你首先得感谢你父母，知道吗？其次，你得感谢上天眷顾你，给了你这身血，让你跟别人不一样，让你有了附加价值，总比那些靠关系走后门进公司的强吧？哎，就算你是因为这身血进去的，也不代表你就没有努力的机会啊。我跟你说，双一说的没错，这英雄不论出处。珊珊，你太妄自菲薄了。吃。我得吃啊，不吃我怎么满血复活呀？我还是打 BOSS 呢。
也对，是啊。都这样。下雪了。哎。双一和柳柳说的有道理。无论如何，是命运让我有机会到上海。我没有道理妄自菲薄，只能积极向上，努力向前冲。爸妈可是风光的把我送出小镇的，我绝不能因为这点情绪打道回府，让爸妈丢面子。先生早。早，王叔。车子机备好了。好。哥，你的饭盒。怎么有2个？这个是给你的，这个是给薛珊珊的。她给我献了那么多血，一个人在上海又没人照顾她，所以呢，我就托厨房多做了一份。你帮我拿去公司，让秘书送给她好了。哎，那么一点小忙都不肯帮啊？王叔，麻烦你跑一趟吧。我说过，不是公司的人尽量少到公司走动。放我车上吧。来，杜凡，早啊！早。杜凡，你也去财务部啊？是啊，我去3楼换灯管。哦。珊珊啊，你看我整天拿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进出整个大楼，所有公司的人都不跟我打招呼，整个公司也就你这么热情跟我打招呼了。那有什么呀？就算你一直拿着这个梯子抱灯管，我都跟你打招呼。这又不代表没有力争上游的机会啊！只要你努力，这说不定将来会成为你的跳板。你看，多结实。结实。唉，虽然呢，我也不是什么名牌大学毕业的，但是我是薛珊珊。你呢，只要加油，将来一定会让公司的人都认识到你，知道你叫杜凡的，好不好？好。加油，拜拜。加油。是的，我是薛珊珊，没有显赫家世，没有顶级学历，更没有裙带关系。可除了特殊血型，我还有打不退的干劲儿，超强的生命力，不管扎根在哪里，都会像杂草一样迅速繁殖。我要在上海活下去，只要功夫下得深，血牛也能闯出一片天。薛珊珊，加油！你怎么老是对错账单？不清楚的就要打电话问，不要自己想自己猜。你以为公司是你开的吧？啊？要不然让你当老板得了。科长，我知道错了。科长，我马上就拿去修改，马上去联络。科长，你别生气了。谢谢科长指正。加油！诗人最近吃错啥药了吗？怎么会科长忘了还这么兴奋啊？大城市发现自己在科长面前不得脸了，所以现在装拼命巴结了呗。看来他的靠山也不怎么灵光啊，该不会是临死前的回光返照吧？
市长，有什么重要事情？请问哪位是薛珊珊小姐？哦，珊珊。我是薛珊珊。你是珊珊？我是老板办公室的琳达。不会吧？不过就错了个出差费的数据，连高层都惊动了。这饭都不吃，端着饭盒就来抓人。这是老板让我送来的午餐。午餐？给我的。哎，谢谢啊。老板，午餐，今天不是愚人节吧？我看肯定是一盒毒盒饭把他给刺死的。这些都是补血的吧？所以说啊，之前是我错怪大老板了。其实他人还挺好的，毕竟谁也不想遇到渗血这种事儿。不过我觉得您帮得上人的感觉真好。德行，一餐就给你搞定了。切，那以后风月小姐还需要先学？抽啊，有的是学。抽啊！哎呦，这昨天还担心变成血牛呢，今天这一个饭盒就把你给收买了，你还真好打。你要往前看。就这样。对。哎，他已经到了，就是他。啥新情况啊？什么情况？别闹啊！他叫杜凡，刚来公司，下班前他约的我就说约了你们两个。你刚到上海没什么朋友，咱们大家一起吃个饭应该无所谓吧？你看上去还挺斯文的嘛，总务部专员吧？至少也应该是个专员。就是嘛。胡说八道，专什么员？你们两个女神面，给我克制点啊！克制一点啊！还行。一会儿进去别乱说话，省得人家误会。听见没有？知道了。那我先探探去。千万不要乱说话。杜凡是第一个下班约我一起吃饭的同事，我倒是挺庆幸的，至少不是办公室里那些八卦的女同事。再怎么说，我也是个没培训过、连同期朋友都没有的人，所以我打算从杜凡开始，庖丁解牛、抛砖引玉，一步步打入风腾的人脉圈子。加油吧，薛珊珊，你的好运一步步的到了。哎呀，吃饭去啦！哎呀，珊珊，我突然发现我们好久没有约着你一起去吃饭了，对不对？珊珊，我知道附近有一家特别好吃寿司店，真的，你不是喜欢吃寿司吗？我们一起去吃寿司吧。就是。喂，能不能别插队啊？谁先来？我们今天晚上谁？薛小姐你好，我是老板的秘书助理阿妹，这今天老板给你的饭盒。还有啊，看来饭盒送来太晚了，薛小姐你已经有约啦？没有，我们就只是路过。哎，珊珊拿着吧。好，享用你的午餐，拜拜。甚至连猪肝饭盒也跟着一个一个来。珊珊，接下来3天，每天中午都有饭盒，每次饭盒都有不同的秘书送。珊珊，你的而饭盒里饭菜的内容分别是：拜拜，猪肝，还是猪肝。而且很奇怪，平常气氛沉闷的财务部，除了秘书到访外，还多了许多访客，送单据的，查账的，问问题的。小小的办公室，快到中午几乎挤满了人。
珊，你跟老板到底什么关系？哼，你们终于开口问了。没有关系，我只是偶然间帮了老板一个小小的忙，就是任何一个人我都会愿意帮的那个忙。既然是小忙，那有啥不能说的呀？就是啊，哎，你快说呀，你快说！你帮老板的忙，你少忽悠了。你有一拍90年的励志片呢。就是，哎，再说，老板他为什么不给你送礼盒呢？他偏偏给你送饭盒，对啊，是为什么？哎，对的，快说，快说呀，珊珊！啊，复印文件。啊，好的。整天八卦不干正事，你们太闲了是不是啊？这如火如荼的猪肝饭盒一周，让我瞬间有了许多同事下班后的聚餐约会。哎，珊，我这边有特别好看的一个口红脸色，很适合你，你拿去擦擦。我香港带来的，你快点拿去擦。那当然，珊珊皮肤白，擦起来就是好看，哪像你皮肤那么黑，跟媒婆一样。我怎么了？我给你画个媒婆翅膀。谢谢啊。哎呀，你看今天这氛围特别的流光溢彩，而且我们的酒瓶都是五颜六色的，看着就觉得特别开心。那当然啦，人家珊珊不管到哪儿都是五彩缤纷，喜气洋洋。哎，对了，珊珊，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啊，超级好看的，bling bling，好看吧？好贵的。是，真的很好看。哎，你看，太贵重了，对吧？这衣服真的好好看，太贵重了。我这儿也有，这是我放了好久的化妆包，标牌都还在呢。哎，我看你平常都不用的，拿去用吧。我跟你说啊，这化妆啊，可是吸引异性的第一步。你要是感兴趣呢，可以跟我学哦。哎呦，是了，成娟化妆可比孙悟空72变还厉害。不过她卸了妆，绝对没有她化妆来的震撼哦。谢谢啊，真的特别不好意思。哎呀，不要紧的，珊珊你收下吧。来，我们再敬珊珊啊！好，来，珊珊，成娟，这包哪儿弄的？朱凡，我本来应该感到高兴，却发现自己原来不是那么开心。其实我跟你说啊，公司交际应酬就是那么回事儿。但是毕竟你在公司要是朋友多了的话，也挺好。以后不管干什么，彼此都是有互相照应嘛。你说的对，但是我呢，我也知道自己也都是因为托猪肝饭的福。不知道以后如果没有猪肝饭了，大家会不会把我当成朋友？啊，不过你就不一样了，至少你是在猪肝饭之前就把我当成朋友的。珊珊，你跟老板什么关系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员工，他是老板，我们当然是共属关系了，还有什么关系啊？他送我盒饭是因为，哎，不是我故意装神秘啊，这件事情还是涉及到别人的隐私，所以我不能说。哎呀，总之是因为我帮了他一个忙，所以送盒饭是为了感谢我，别的什么都没有。所以说你没有男朋友？我当然没有男朋友了，但是猪肝饭跟男朋友有什么关系啊？啊，你不会因为老板送我猪肝饭，你就以为他是我男朋友吧？杜凡，你有没有搞错啊？如果我要真是老板的女朋友的话，再怎么说，我现在吃的应该是鹅肝吧，不应该是猪肝吧？真会说笑。所以说嘛，你说这大上海的，我想哈，咱们都是来打拼的年轻人，是吧？哎呀，你说上海城市这么大，你要说真遇上几个上心的人，还真就没有。所以吧，我想跟你说，就是。我的车来了，我的车来，先走了，拜拜。哎。我还没
没说我喜欢你呢。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你怎么站在这儿啊？你醒了？我看到楼下你的行李，你要去哪儿啊？我今天要搬走了。搬走？嗯。你怎么不告诉我呢？你整个星期忙得风风火火的，哪有时间管我呀？我没有时间管，那你也要跟我说呀。我可以帮你搬家呀。我就那么2只皮箱，用不着你帮我。你真的要搬走啊？怎么？我找到房子你还不高兴啊？还想让我和你一块儿挤啊？不是，那我帮你拿行李，顺便去看看你的新家。珊珊，你别忙活了。我男朋友会来接我。男朋友？我去他那儿住。一起住？哎呀，柳柳，你不要害我呀！万一被大嬷嬷知道，我怎么向她交代啊？她肯定会掐断我的脖子的。哎呀，珊珊，你别紧张嘛。我妈她知道，还是她撮合我们的。嗯？他是我们公司总经理的儿子，叫尤成浩。我妈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她就想着我能嫁入豪门呢。她整天就和我念叨：“哎呦，小宝贝儿啊，你这念书太辛苦了，你工作这么辛苦有什么用啊？你要是能嫁给总经理的儿子啊，你就算是摔断了腿，下辈子也不用愁了。”对对对，大嬷嬷就是这样的。老妈我呀，也可以颐养天年了，用点心，知不知道？虽然你有打断腿的志向，可是我还是会心疼你。哎呀，有什么好心疼的？你放心吧，我有分寸的。哎呀，抱抱抱抱。哎呦。那我就在这等你啊。好，一会儿见。你为什么不让他来家门口接你啊？双一家也不难找。哎呀，我就是想等再稳定点，再介绍你们认识嘛。哦。那你喜欢尤成浩吗？不算讨厌吧，有的时候感觉还是不错的。柳柳啊，就算大伯母想撮合你们，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还是可以拒绝的。你都来上海了，怕什么？就是尤成浩带我来上海的嘛。你放心吧，你堂姐还是很有魅力的，她对我还是不错的。再说了，我又不是那种会委屈自己的人，是吧？你最有魅力，你最坚强，最独立。哎呦，你干嘛呀？看到谁了？我们大老板。大老板？哪个呀？就投篮的那个。哎，他平时不穿西装，还真看不太出来。不过身边跟着齐帅呢，就能认出来。齐帅？我们集团的创意总监，公司的人都管他叫齐帅。啊，接个电话。齐帅。喂。薛珊珊，叫你呢。快
这女孩真上道啊！这样我就不用重新找篮球场了。你在干嘛？啊，随便看看。再虐你一拳。来呀！谁呀？啊！你喜欢那个郑奇吧？哪有啊？不错哦，我们家珊珊眼光还是很好的，年轻有为，而且我感觉得出来，她对你还是挺有意思的。是吗？哎，堂姐，你以前不是说像我这种要身材没身材，要脸蛋没脸蛋，要头脑没头脑的女生，有哪个男生会注意到我啊？不是你说的吗？那都是我多久以前说的话呀？你怎么还记得？你要记恨我一辈子啊？跟你开玩笑的。不过说真的，人家可是创意总监，怎么会看上我呢？啊，我最多就是花痴一下，欣赏一下就够了。不过郑奇要真变成你男朋友的话，那你真是比我强太多了。堂姐，你说什么呢？我跟你说啊，这永远都是不可能的事。哎，这个车啊，那个改天我们一起吃饭啊，我先走了，还有好多东西收拾呢啊。哎，不用我帮你吗？不用啦。哎。走啦，拜拜，拜。路上小心电话扣啊！拜拜。什么呀，这个家伙，目中无人的样子。还是蟋蟀好，人家可是创意总监，却亲切得很，跟冬天的太阳似的。Sometimes you wonder what if you could rewrite the moment. Sometimes I figure there's another lacking in perfection. Sometimes you're being hurt, then you learn to think about it, feel more. Sometimes you're being bored with the life through hate. Always be amazed, shine in the other side.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哎呀，珊珊啊，今天我给你送盒饭，谢谢。还有，昨天我跟老板，谢谢你帮忙啊，苹果给你。帮什么忙呀？够机灵。行了，你们吃饭去吧。好，谢谢。帮忙？你们帮老板什么忙了呀？就是呀，怎么每次都能帮忙呢？我能帮什么忙啊？说实话，你是不是有什么来头啊？你胡说什么呢？我听不懂，是什么来头？我去吃饭了。切！珊珊，
接下来2天的饭盒都是由阿妹送的。上次被科长骂过，这几天午餐时间安静多了。只是我感觉自己更像是动物园里会吃猪肝的熊猫。我每天都期待今天没饭盒了，可是也不敢去问要送到什么时候，免得大 boss 还以为我在讨饭盒。何况这天天都吃猪肝，没办法了，我特别交代阿梅，如果当天还有饭盒，就提前告诉我。风腾，你放心吧，这是风腾跨足度假村的第一步。你叶伯伯我肯定会给风腾带来最大的商机。你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如果你爷爷还在，肯定也会高兴。学生发财，爷爷肯定高兴。叶伯是爷爷的得意门生，为集团劳心劳力付出了这么多，风腾当然不会空待叶伯。我想爷爷当然会很高兴。这几年心脏不好，医生都劝我退休了。可我怎么能为了个人的利益抛下恩师的事业呢？风腾，你说对不对？叶伯说的是啊，您真的辛苦了。但是叶伯也要保重身体啊，万一您身体真的出了什么事情，风腾可是担待不起。你早点自立，我可以去享福喽。设计都已经差不多了，过2天我派人拿来给你看看。等第一批款项下来，凤堂啊，叶伯刚刚说到，等第一批款项下来。对，等第一批款项下来，我们选个黄道吉日去破土。这是风腾的大事，我们得一定办得热热闹闹的。太好了，吃的像猪一样，也没有人会抗拒。凤堂，你怎么心不在焉呢？刚刚叶伯真的是健忘了，你说这破土之事一定要办得热热闹闹的。在公司你看似稳重，但毕竟还孩子心性。看样子啊，我还要替你爷爷多看守你一阵子喽。如果没什么大事，那我就走了，啊。慢走。哎。今天胃口好像很好哦。哎，哥，我改天办满月酒的喜宴，你要不要带合适的女伴出席啊？哎，要不然我们找那个3C 的千金 Sabrina， 她好像跟你在美国交情还不错哈。不行哎，咱们已经2年没跟他们合作了，这样请他有点唐突吧？那没有办法嘛，我们大哥平时又不交际，一时半会也没办法去找女伴。有个办法，找咱们副总问问，有没有合适的姑娘可以带着。
那不行，我们物色的大哥未必喜欢。我哥可是一个很挑剔的人。大哥，你心里到底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啊？要不然就请萨布瑞娜过来，他不一直说要来中国走动走动？我无所谓啊。你怎么就那么无所谓嘛？哦，我吃饱了。哎，咱们真的要请斯布瑞娜来满月酒啊？看什么看？吃饭。家里的事啊，就让我一个人头疼吧。下午会议流程是部门主管汇报，之后营销部也会提报明年年度计划。去珊珊，加油！风腾，你饿了？不是，我说你刚刚望着饭盒傻笑什么？我只是在想，叶宝的问题终于解决了，短时间内不用再看到他那张脸，我心情好。你说那个叶博都已经那么大岁数，心脏都马上要罢工了，还是那么的贪得无厌。如果人可以简单一点，单纯一点，再稍微容易满足一点，就好比每天有一份这样好吃的盒饭，就很知足。盒饭？我说你今儿没事吧你？我只是想说，哪怕是一份简单的饭，只要你用心去吃，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滋味。听你这话啊，好像是在暗示什么呀？不过我怎么好像听不懂？没事，继续吧。好吧。晚上在香格里拉饭店北商联谊会的聚餐要竞选会长。火炉？谁点的呀？别动！爱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一点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精心的
陪着你，等待那一天。这份爱太浓烈，否定你犹豫不决。我的心是这么好的在烧个火炉啊！空缺，爱是风中的诺言。还是我太幸运了，一定是我太幸运。当我凝望你双眼，你是否会看见幸福一直默默守在身边？无论职位高低、分工不同，都将受到充分的尊重和平等的对待。公司给予每个员工同等的机会，鼓励员工与公司共同发展，为员工制定出与公司发展步调一致的个人年度的工作计划。你能否察觉这份爱太浓烈，否定你犹豫不决？我的心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爱是风中的诺言，许下的承诺是永远，绝不会搁浅。当我凝望你双眼，你是否会看见幸福一直默默守在身边？我许下了诺言，这份爱没有期限，绝不会搁浅。让我亲吻你的脸，留下最美的瞬间。爱你，我愿守在你的身边。守在你的身边，直到永远。不疼，下班了还不回家？走，玩球去。我们的生活能量销售状况和消费者使用状况如何？挺好的，相当受欢迎。企业购买和消费者爱好率排名全国前5，使用人次达到了3个亿。那为什么公司内部的普遍使用率其实并不高？不可能吧？每个人都要登录啊，这是进集团的基本要求。只登录不使用，是在应付公司吗？怎么了你？生活能量有什么问题吗？只登录不使用只有2个原因：第一是公司的向心力不高，第二是他们不习惯用这个软件。那么在意啊？是谁呀？我没有指谁，只是到年底了，我们的公司需要被检讨。生活能量销售的好，但同样需要被检讨。听你这话的意思，我们研发部惹你生气了？完全没有，我只是思考在年底的工作而已。放心吧，冯大老板，每年市面上所有的商品，我们研发部都会做总检讨，当然也包括生活能量了。很好，谢谢。哎，
如果是软件功能方面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改进。那如果是员工向心力不足呢，我们也可以让他走人啊。但至少你应该告诉我是谁吧。我只是打个比方，员工的向心力不足是公司领导的问题。对，这种小事儿怎么会要封大老板来操心呢？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把这个人揪出来。哎，怎么？难道你还要怀疑我的向心力？先走了。齐帅，这是你要的集团员工生活能量使用率调查表，名单越到后头的使用率越低。薛珊珊。喂，你好，财务部。哦，珊珊啊，珊珊现在不在。好的，我让她待会儿马上就过去啊。刚刚研发部秘书来电话了，说齐帅有事找你，让你去研发部一趟。齐帅，找我？珊珊，你又帮齐帅的忙了，你可真是眼福不浅啊！齐帅要约我，灰姑娘的春天要到了吗？我就知道，本小姐还是有几分魅力的嘛。真是的，想约我就直说嘛，叫秘书。对。他说要找你做什么产品使用调查，啊？产品使用调查？不是应该找客户吗？为什么要找我啊？那我就不知道了。他说让你先去办公室找他，然后他带你去找齐帅。那也行吧。至少中午可以逃掉周刊大魔咒了。齐帅果然是我命中的救星。哦，对了。他说中午开会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让你带着饭盒过去。齐帅就是齐帅，真是贴心。哎，要是人手不够的话，我们很乐意帮忙哦。OK， 我会转达的。不过阿佳，盒饭你不用了哈。拜拜。一不做二不休，今天我一定要趁这个机会跟猪肝决裂。拜拜。齐帅。找我开会呀？你坐。好。你不是说开会吗？就我们两个呀？啊？对啊，就我们俩。就我们俩？这里要不是办公室该有多好啊！薛珊珊，你应该知道生活能量吧？知道啊，当然知道啦。但是你好像不太爱用啊。啊？我们做过内部调查，你进入集团以来，除了登录户以外，没有使用过任何功能。完了，我怎么忘记齐帅是研发部的头？我竟然没有捧场他研发出来的软件。你不喜欢生活能量？不是，我喜欢，我会用的，我会偶尔上去看一些集团发布的消息啊，我只是不太喜欢破一些个人的信息而已。但是你的使用率不到1%啊，也就是说里面的工作记账，你通通没有用过。还有最棒的就是能量统计功能，你从来没有使用过吧？生活能量可是公司最受欢迎的商品啊！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得不到你的青睐？完了，意思是我试用期没有积极融入集团文化，深入了解集团商品，工作
作表现不佳，工作到今天为止吗？花妹，这个盒饭怎么还没送过去啊？哦，薛小姐她在和研发部开会，我想晚些再送过去给她。研发部？嗯，在什么地方开会？在郑总监的办公室。老板，我想研发部中午开会应该也会发饭盒，那我晚些请人用纸袋子装好，给薛小姐带回去当晚餐。嗯。七帅，你千万不要误会啊！那个生活能量它真的特别好，你看它的设计又创新巧妙，界面很赏心悦目，啊，它简直就是灵感的缪斯，天才的佳作，谁用谁都会喜欢它的。我只是刚上班，一时间还不太习惯用而已。哦。放低姿态，以退为进。那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好的话，应该很容易习惯才对啊。对啊，就是很容易喜欢呀。我不习惯，是因为，我不习惯是因为。别紧张，别紧张，我只是想听听你的想法。我的想法？对啊，最真实的想法，毫无保留的想法。OK， 我的想法。但是七帅，我首先要跟你说，我是一个很笨的人，是一个脑筋不太会转弯的人，所以呢，用不来生活能量，那是我自己的问题，绝对不是商品不好。我知道，你继续说。还有就是，我觉得生活能量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会依据你约会啊、聚餐啊、逛街的次数和你每天花钱多少来评估你一天的能量。可是我刚到上海，也没什么约会，就只是工作、配音单据。我更不喜欢花钱，但是花钱多呢，你能量就高；花钱低，能量就低。所以我很不喜欢看见自己能量很低的样子。他的能量好像不是来自花钱吧？他是啊，那当然是了。那你看，逛街是不是得花钱？约会也得花钱吧？就连坐公交车都得花钱，对不对？那都没有就不叫生活啊，就没有生活能量，那不就是花钱买能量吗？对不起啊，我是不是说的太直接了？没关系，非常好。特别好。那你能告诉我，你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理想的生活？我理想的生活啊，出个试用期。我懂你，你放心，这跟试用期没关系，是我个人请你帮忙。你个人？你愿意帮吗？那你告诉我，你想怎么样使用生活能量？我喜欢规划。我觉得生活能量最大的缺点就是只能记录，不能综合规划。如果说你工作约会都能结合到一起，就比如说我的工作，还有我男朋友的工作，开会、聚餐的时间可以一目了然。所有行程可以加上预算和清楚标示实际花费，自动并入记账本，不用换接口重复计算就更好了。约会都不用在外头，我们可以在家吃饭啦啦啦啦啦啦！如果每周少去外头吃餐馆一次，那就可以省下100元，1个月就400元，够我买几件衣服和包包了，不用再多花钱送我。
全省下来1年就2400，加上年终奖金，搞不好还可以出国旅游，或是去香港、澳门简单的行程。哎，我需求不多，只要这样，我就觉得生活能量满分，爱情能量满分。哇哦！哎，你可别误会啊，我只是单就这个花钱还有这个生活能量的关系做一个说明。我私底下可不是这样花钱的，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出过国呢。很棒。我是说你的想法。哎，做你男朋友挺轻松自在，很幸福嘛。没有，我刚来上海，哪有什么男朋友啊？那就是说，你希望要的生活能量是不花钱的生活能量，对吗？对呀，生活不一定花钱才精彩嘛。你看咱们大 boss， 他那么有钱，每天还是带着饭盒上班，自家煮的，又健康又营养，是不是？很好，既表明了谦虚的心态，又吹捧了总裁，一箭双雕。那是你不够了解。啊？老板家的家厨可是大师级别，一点都不便宜哦。那就像你和老板打篮球啊，运动流汗，健康又不花钱，这不是还很棒？嘘。这是秘密，千万别让人知道你看见了我跟老板在一起打球，包括老板本人。因为老板不喜欢别人看见他打球的样子，如果被他知道了你撞见我们，又要逼着我换篮球场了。啊？有钱人都特别注重隐私，搞不好会绑架什么的。就算是自己公司的员工，也不能随便透露私底下的行踪。懂了。你放心吧，我不会受出气的。